美国监狱、法国监狱、瑞士监狱，还有英国监狱。提起澳大利亚呢，很多人可能都听过这样的说法：这里曾经是流放囚犯的地方。对于这个问题，我其实一直以来都有一个疑问，就是英国人为什么要万里迢迢地把囚犯流放到这里呢？关在英国不就挺好的吗？如果你看地图的话，你就会发现，从英国坐船到澳大利亚，单程超过2万多公里，也就是说，比绕地球半圈还要远。英国人图什么呢？带着这个疑问，我们参观了悉尼2处曾经的监狱，今天就跟大家分享一下我们的思考。Here you go. Thank you very No much. problem. 这是刚刚他们给我们的一个讲解器，然后呢，这个耳机是一个森海塞尔的耳机。这个讲解的机器，它其实就是一个 Apple Touch。有声音了，有介绍了。好的，我带一下。澳洲境内有11处监狱遗址被列入了世界文化遗产。第一排的第3个就是海德公园的这个监狱点，然后第2排的最左手边的就是鹦鹉岛，然后这里还有地图。当年的塔斯马尼亚也是关押囚犯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地方，它有5个点。要回答刚才的问题，我们就得简单了解一下200多年前英国的法律制度。我们知道，现在的一个人如果他犯了罪，比如说偷窃、抢劫什么的，那他面临的可能就是入狱一段时间，以让他改过自新。可是回到200多年前，英国那些戴着假发的法官们可没法这样判，他们只能判绞刑、斩首、流放或者鞭刑。总的来说就是简单粗暴。当时英国法律里有超过300项罪名都可以判死刑，你能想象吧？偷超过1先令的财物就可以判死刑，这1先令就大概相当于现在的人民币几十块钱，或者新台币200-300块钱的样子。法律过于严苛，执行起来就会有困难，所以针对很多轻罪，法官宁可判流放。而当时的一个时代背景是，随着北美殖民地的开发，这里急需大量劳动力，而英国正好有大量的囚犯需要流放，英国人就很天才地想到了一个解决方案：为什么不把这些囚犯流放到新大陆，充当免费劳动力呢？所以当法官要判一个人死刑的时候，他就会问：我给你2个选择，一个是上断头台，另外一个是去新大陆。我就问你，如果是你会怎么选？所以就有很多囚犯签署了契约，被赦免死刑，来到新大陆，也让英国政府从中大赚了一笔。对于英国政府来说，这是一笔一石二鸟、稳赚不赔的生意。可是随着1776年美国独立，这条线就断了。英国人迫切地需要找到一个新的地方来流放这些囚犯。很快英国人就想起来，我们在南半球还有一块地呢，不如把这些囚犯流放过去。对于英国政府来说，澳大利亚可以说是一块天造地设的完美监狱。怎么说呢？这块大陆4面环水，离任何地方都很远，任何人但凡被流放到这里，都插翅难逃。而且呢，这里自然环境十分恶劣，据说这里的乌鸦都得倒着飞，以免风沙吹到眼睛里，正好可以让这些囚犯好好改过自新。所以囚犯就来了。这里墙上写的是一些当年囚犯的名字，你能看到名字后面的7年、14年是他们被判流放的时间，有一些写的是 death reduced to life， 也就是说他们本来被判了死刑，后来改成流放澳洲，终身监禁了。当时的运囚船从英国出发，要穿越大西洋，在巴西补给，绕到南非好望角，再穿越茫茫印度洋，才能抵达澳洲东海岸。早期的航行要8个月以上，后来最短也要3个多月。船上生存条件十分恶劣，
囚犯被铁链拴在船上，动弹不得，传染病横行。早期死亡率曾经高达1/3，很多人就是闻着同伴的尸臭抵达澳洲的。在这里不得不提的还有当时非常普遍的一个社会观念，就是很多人认为我们的社会上存在着一个犯罪阶级，只要把他们铲除掉，要么杀死，要么流放到遥远的地方，犯罪问题就会迎刃而解。这或许可以解释为什么英国政府那么执着地要把囚犯流放到海外了。我们面前这个3层的建筑就是囚犯营。这里陈列的是当年囚犯生活的遗物，有烟斗，有人掉落的牙齿，吃剩的动物骨头什么的。这里就是当年这个囚犯在这里住的寝室，就是这样子的小吊床，然后这一个房间里边大概得住100个人左右。我觉得这个吊床根本没有办法睡觉。对，就是非常的挤。你看，就是在这2米的空间里边得睡3个人，但是呢，这已经算是当年非常好的条件了，因为当时这边有一个叫麦考瑞的总督，他觉得应该给这些囚犯一些改过自新的机会，所以建造了这个监狱。这个监狱算是条件比较好的。画像上这个人就是麦考瑞，他被称作澳大利亚之父。他任总督期间，让有技能的囚犯参与建设悉尼，并且承诺刑满期放就给33英亩土地。33英亩相当于200亩地，也就是接近19个足球场那么大。在英国，普通人一辈子都买不起这么多地，所以很多囚犯刑满之后根本不想回英国。我刚才听这个耳机里的讲解也说，这些囚犯到了悉尼之后，发现这里还挺好的，就是说并没有想象中那么糟糕。当时我记得是有一个文盲，他因为偷窃被流放到这里了，然后呢，他刑满释放之后，通过自己创业成为了一个富豪，他被称为悉尼的罗斯柴尔德。是吗？当然了，也并不是所有的人都这么幸运了。对于当时的澳洲来说，稀缺的不是土地，而是劳动力，所以大部分囚犯一落地就会被分配给私人农场主当免费劳工，基本上就是奴隶。你可能会奇怪，这个地方还有私人农场主？毕竟澳洲太遥远、太奇怪，名声太坏，很难吸引到托居者。Australia, far away and dangerous, in both people and animals. 所以政府会把囚犯借给农场主，以此来吸引英国人来拓居。他们可以获得免费劳动力，囚犯则能避免在监狱被鞭打 ，win-win。这套制度后来被叫做囚犯配给制。当然了，也会有一部分囚犯被政府留用，给公共工程干活，挖掘地沟隧道，建造监狱、法院、仓库等等。很多的犯人在这里的生存条件十分恶劣。悉尼北边的纽卡斯尔是全球最大的煤炭出口港，这里早期的煤矿就是囚犯开采的。据说他们一天得工作12小时以上，不让用牲畜，很多人都得了黑肺、哮喘等疾病。据说布里斯班有一个司令官极为残暴，他仅仅是为了取乐，就能用鞭子把犯人打死，还逼着犯人拖着铁链干活，直到犯人倒地死去为止。他就这样把几百个犯人早早地送进了坟墓。你前面提到的女囚犯是怎么回事呢？说到女囚犯的问题，在80多年的时间里，英国政府把超过25000名女囚犯送到了澳大利亚。他们的目的主要是为了解决这块殖民地的性饥荒，所以大多数女囚犯处于适婚年龄。你可以想象，200多年前的一个英国女性，当她得知自己要被流放到万里之外的蛮荒之地时的绝望感。每当有运送女囚犯的船抵达悉尼港，殖民者就会蜂拥而至，像挑选奴隶一样挑选女囚犯，军官、士兵、托居者先后挑选。女囚犯要么成为他们的情妇，要么成为仆人。被市场刷下来的女囚犯会被送到女囚工厂，在这里纺纱织布。在澳洲，女囚犯没有任何权利，他们不得不自我保护，以免遭到士兵或者男囚犯的侵犯。
做的小孩的衣服。看这件上衣这么小，就是一个刚出生的婴儿穿的。200年前的英国女性的帽子，还有鞋子，一些瓷器。这是餐具。对。还有梳子呢，断了的梳子什么的。女囚犯的长筒袜、手套，这是她一件好宽大的衣服。还有花生壳。桃仁。桃仁。这个是一个蛋。这里陈列了当年囚犯做工时的工具，有伐木工和木工的锯子、锤子，铁匠的钳子，鞋匠的凿子，厨师烹饪过的骨头等等。现场看到最多的就是各种镣铐。不服管教的人白天干活得带着镣铐，晚上睡觉还是得带着。这看着就好沉呀。对，铁的脚镣他们带着。那这跟奴隶也没有什么差别了，带着这个。就完全是奴隶。就这个铁匠，他也负责给他的同伴们制作那个脚镣。相当于是内训化了。这里说到一个故事，就是有一个人，他因为偷了一双鞋，所以挨了50鞭，鲜血淋漓。囚犯的衣服上碎片。当时的监狱人满为患，有在床上睡的，睡不下的只能睡在地板上，然后晚上就有老鼠出来，成千上百只的老鼠。这些就是老鼠的干尸，看这个很吓人啊。那处境这么糟糕，有没有囚犯逃跑呢？当然了，很多囚犯逃跑，而且有一些囚犯的故事比电影还要精彩。最早的时候呢，那些囚犯他们跑的时候，他们会往澳大利亚内陆跑，因为在他们中间有一个传说，据说一直往北跑，渡过一条河就可以到达中国。但是这些人要么死掉了，要么精神崩溃了。后来人们才意识到，你得往海上跑。这里就不得不提一个女囚犯逃跑的故事，她叫马里·布莱恩。马里·布莱恩因为偷了一件斗篷，被判流放7年。她在运球船上认识了后来的丈夫威廉，也是一个囚犯。他们到了澳洲之后生了2个孩子。由于不堪忍受囚犯生活，便策划了一场史诗级的逃跑。1791年，他们偷了一条6米长的船，带着2个孩子和另外的7个囚犯从悉尼港划出来。他们没有海图，没有导航，在茫茫大海上一路往北划，划了10个星期，到了荷属地汶，也就是现在的印尼。他们谎称自己是澳大利亚船难的幸存者，得到了荷兰人的款待，但是时间长了，难免麻痹大意。有一次，威廉在酒后说漏了嘴，他们便被荷兰人抓起来，送给了英国人。在被押回英国的途中，威廉和2个孩子都病死了，马里一个人回到了伦敦，被关了起来。但是他的故事早就传遍了英国。作为一个穿越了10人生帆和茫茫大海，回到文明怀抱的人，他早就成了一个传奇，所以很多人写信给他求情。他很快得到了赦免，被放了出来。You're free. 他的故事后来被英国和澳大利亚拍成了一个电视剧，叫做《马里·布莱恩的奇险旅程》。Share your story。你看到其实有好多人写下了他们的故事呀。这就是今天一位来自日本的华人的留言。
看了这么多当年囚犯生活的痕迹，我的心情多少是有一些压抑的。但是看到这么多的留言，以及正在公园里晒太阳的人们，我又感受到一些轻松和希望。在我看来，现代化就是一个逐步摆脱蒙昧的过程。了解过去人们是如何被对待的，也提醒我们要更加善待彼此。下一期视频，我们会带大家参观鹦鹉岛上的监狱，敬请期待。像老鼠洞一样。对，你看这个，这样关上，里边就一点光都没有了，这样的一个小窗口。